我婆婆温迪跟我爸去市场买鱼，非买死鱼，给我爸气完了。我婆婆这次来中国是带着遗产来的。咋回事呢？我婆婆到了我家，我爸就说晚上出去吃饭。温迪呢以为得 AA 制呢，就有点犯怵，跟我爸说，其实我是很会做饭的，厨艺这个领域属于西海岸小旋风，你只要领我去趟超市就行了，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我爸说那也行。温迪说，哎，对了，哥哥，你会做饭吗？我爸说不会，可以给你打下手。然后俩人就买菜去了。到了超市，我爸想先买条鱼，温迪到鱼区看懵了，跟我爸说，他们怎么都是活的呀？我爸说对呀。温迪说，哥哥，咱们买死的呗，就买这两条死的。你说你做的鱼，反正也得死，这两条哎死完了，搁这躺着呢，正好。我爸说，我买什么死鱼呢？我肯定得买活鱼现杀呀。温迪说，那你的意思就必须得死给我看呗？挺奇怪的，你这个人有现成的死鱼不要，得找那个活鱼死给你看，什么逻辑你这个人？然后买完东西结账，温迪拿着买的东西说，我去付款。我爸说不用拿，能用你呢，我来。温迪说，我不用，我来。我爸说，我来。温迪说，我来。俩人就撕巴上了。我爸一看人周一圈看着呢，怪不好意思，说行，别撕巴，你来。结果温迪拎着自己买的4根葱就结账去了，把自己的结了，给我爸撂那儿了。我爸在后边推个车，老头没反应过来呀，怎么说呢？大受震撼。然后俩人就回家开始做菜。温迪呢就把他的传家宝，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传家宝，就是他姥姥给他留下的一个菜谱。这个菜叫脂肪烤面，它一共有3个食材。温迪做了能有400多遍，但是每次做之前都得把这菜谱从小匣里头拿出来，一样对。这次人家很有诚意啊，把这个他姥姥留下的脂肪烤面菜谱抄成了一个手抄版，带到了中国，还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套量杯和量勺，然后就开始称，开始量，然后跟我爸说了，就是这样，西餐它就是比中餐复杂，你也不用震惊我是怎么做到的。哎呀，也是时间来磨呗，我毕竟带大很多孩子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爸在旁边你说的对。然后老头云淡风轻，在周围切菜、腌肉，全是准备，也不开火。然后温迪问，哥哥，你不是也要做菜吗？你怎么还不开始呀？我爸说，灶台你先用，我不着急。最后温迪啥都准备好了，放进烤箱，说还有45分钟。我爸才开始，但是你们懂这个道理，他前期准备功夫都已经做完了，1个小时8道菜全上桌。经历了大概3个小时，温迪的脂肪烤面和土豆泥也上桌了。温迪说，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开始呢？我爸说，我跟你一起开始，我菜不就凉了吗？温迪不能理解8道菜一起上这事儿，就问我爸，你这豆腐是什么时候炒的呢？我爸说，我焖鱼时候炒的。温迪说，那你鱼是什么时候收拾的呢？我爸说，你摆量杯时候收拾的。温迪说，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不会做菜呢？我爸说，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会呢？然后我爸一细问才知道，在澳大在加拿大呀，吃了脂肪烤面是好的，平时就是土豆怼成泥，土豆拌沙拉，实在便秘了来点西兰花。老吃这玩意儿营养能够吗？我爸说，你可别受他影响啊，那孩子营养很重要啊。我说我也很懒，我就直接给孩子安排天然博士分阶钙铁锌，认准音标 GB22570，一次就能吃进钙、铁、锌和7种维生素全面营养，身体强壮了，大脑营养也得跟上。拿铁一天吃1粒，这天然博士 DHA 藻油就正好补足 DHA 需求，它是金标纯藻油，独立包装。哎，好的藻油粒粒都是这种琥珀色的。然后温迪也是有点不太会说话，说你早上在加拿大大半年吃的都是我做的菜，就是来中国你做的样数太多了，有点太杂了，孩子也有可能不适应。表达也很直接，我不适应啥呀？你说如果你每天骑个自行车，有一天来个人把你车偷了，咔给你换个法拉利，你说哪有啥不适应的？我爸就跟温迪说，我得买活鱼，尤其是那个鱼的鱼头，我得给孙子做，吃啥补啥，你懂不？温迪说，我从来没吃过鱼头。我爸说，我看出来。跟你们同步2个重要信息：第一，温迪来了，上飞机了；第二，温迪不走了，要住这儿。这不是最近大胖媳妇亲生父亲找到了吗？我们呢计划去加拿大的东部和他的爸爸见一面。只要咱听到这个计划之后非常兴奋，一天到晚跟张大铁喊：拿铁，我们要回到加拿大了。张大铁呢昨晚就睡毛愣了，梦魇了。看妈妈做梦了，知道不？看妈妈，这是去哪儿？我不想去加拿大。我一看孩子睡毛愣了，我正要给张铁叫醒呢，一条来自温迪的信息来了：我要上飞机了，30个小时之后见哦，耶！我放下手机跟张铁说：“我说孩子别怕，梦都是反的，不是你去加拿大。”张铁说：“我说是加拿大自己过来了。但这次温迪来情况可不一样，他没有买回去的机票，我没夸张，这是真事儿啊。今年呢，温迪本来没有预算要来中国，加拿大这2年的气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温迪和布莱恩他家呢只有2电风扇，2口就攒钱想买个中央空调，攒了3年钱就确定今年要买，马上要买了。温迪说不行，他太想孙女和孙子了，血压飙到190了，这笔公款他一定得挪用一下，就空调不买了，买机票。布莱恩呢当然表示强烈的抗议，毕竟去年温迪为了来中国钱不够，把人家布莱恩的牙医给停了，老头现在缺颗门牙还没安呢。但是温迪不听，执意要走，于是布莱恩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是这么办事儿，今年夏天还没有凉风吹，你前脚离开加拿大，我后脚就把咱家暖气片卖了买空调。咱家有4个可移动电暖气片，我卖了买空调，大不了到了冬天，老温我再卖了空调买回这些暖气片，爱咋咋地，不过了。温迪和布莱恩就这样陷入了冷战。于是温迪在出发之前给我跟大胖媳妇正式打了一通电话。温迪说：我的确很想孩子，控制不了，每年飞来飞去真的太费钱，所以这个事儿我仔细想了一下，以后
后我不会再来了。大胖媳妇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然后温迪说：“因为我呢不走，我正式应聘当你家阿姨。你们家阿姨你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就给我一样的，我也不多要。你们呢考虑一下，等我下飞机之后咱们细聊。”说实话，我是有点动心了。他带孩子啥样咱先不说，他真带素材呀。大胖媳妇一看我动心了，十分激动了，朝我怒吼：“聪明的女人可以花10万块钱请一个阿姨来到家里，但绝不会花1分钱把婆婆请到家里。” Like food with no spice and no season. 他疯了。大胖媳妇这是满心不理解，她说我啥不能干的，你找她干啥呀？省钱还得看我，买东西沃尔玛88毫不结就够了，不凑单不用等，其他购件没得比。这榴莲冰淇淋4个才19.9块，100%动物奶油芝士蛋糕19.9块，沃尔玛都能教会老外咋省钱。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啊，我说温迪啊，我们准备趁着暑假全家去加拿大的东部看一下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也就是你的前男友，那么你咋办呢？温迪说：“我一起去啊，孩子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是阿姨呀、而且加拿大我多熟悉啊，那有啥不能去的？”现在温迪上飞机了，布莱恩在加拿大的酷暑中煎熬，越想越觉得哪儿不对，忍不住给大胖媳妇发来了信息。布莱恩说：“这个事儿我咋想咋觉得哪儿不对。我在加拿大的西部没有空调，钱让你妈花了，去中国找你们去了，然后你们带着她去加拿大的东部找她前男友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其实里外里是不是就是我在西边攒了3年钱，送我媳妇儿上东边找老头找老头？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扎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的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扎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扎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喂，你干啥呢？你去家。喂，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扎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扎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他付款的时候这个逼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扎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2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扎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我都不给我。”结果呢，贾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贾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捷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炎速修精华放心多了。红利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2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扎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我向你飞越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那是我的，那是我的。